别的虾仁穿越都是各种生大能无敌于世的，只有这个虾仁比较悲催，竟然穿越到了一盏油灯上。已经在这油灯里待了3个月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呀？万一这庙里的和尚晚上忘了添油，或者是刮一阵大风，那我不就没了吗？我得赶紧想办法穿到人身上。儿呀，过来跪下。丑儿，看到佛前那盏莲花灯没有？那是娘10年前的这个日子为你在灵隐寺许下的长命灯，保佑我儿无病无灾，平平安安。娘年岁已高，以后怕不能陪你来寺里上香还愿，你要记住，以后每年的4月初8佛诞日，你都要来寺里上香布施，记住没有？好的娘，孩儿记住了。昨夜暴风骤雨，这灯怎么没被吹灭啊？这是长命灯，怎么能熄灭？不许再说这样的傻话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丑儿，丑儿。女施主不必惊慌，令郎脉象无碍，应是酒跪之下猝然立起，是以头晕摔倒。虾仁醒过来了，耳听着真如长老念诵的艰涩深奥的经咒，一时不想睁开眼。我成功了。根据这个人记忆来看，这个人姓陈名操之，小名叫丑儿。按说操在古时是个好字，表示操守，表示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可我咋听着就这么别扭呢？丑儿，你觉得怎样？身子哪里不适？娘，我没事了，刚才是突然感到头晕，现在好了。老妇人看虾仁眼神分外慈爱。好，那咱们回家吧。娘，这段山路颠簸，乘车容易晕眩，不如由孩儿扶着娘走过这段路，可好？好，我儿这么体贴，娘真是宽慰。以前的陈操之孝顺是孝顺，不过仅限于顺从听话，像这样揣摩心意、体贴周到，就非其所长了。娘，既然我穿到了您儿子的身上，那我就是你的儿子，我一定会孝敬你老人家。丑叔，宗之，润儿，看我腰间小鱼袋里有什么？丑叔骗润儿，早晨出去说很快就回来的，害得润儿等了一天。哼，润儿不喜欢丑叔了。对，丑叔骗人，丑叔言而无信。你丑叔没骗你们，他给你们买饼去了。丑叔再送你2个小礼物。丑儿什么时候会编这个了？娘倒不知道。孩儿还有很多本事，娘慢慢就会知道了。弟父回来了，余兄有事要与弟父商议，另2位族中长辈已在有序堂等候。这老者是陈操之的堂伯父陈贤，目前陈家务最年长的男子，也可以说是钱塘陈氏的族长。早些年做过钱塘县主簿，但自从陈操之的父亲陈素和兄长陈庆之先后去世，陈贤随即被排挤回乡。目前钱塘陈氏连9品小吏都没有一个，家族衰微之势明显。陈母李氏虽感疲惫，但也知族中肯定有大事。劳大伯稍后，老妇即来。丑叔，丑叔，快来，祖母哭了。娘怎么哭了？娘不是在祖堂议事吗？莫非是族人欺我孤儿寡母？赶快把这女娃带走！祖堂议事，带孩童来干什么？妇道人家就是啰嗦。你欺负润儿的祖母，你是恶人。六伯父好大的威风，只会冲着小孩子发骂。这老头也是陈操之的堂伯父，名叫陈马。四兄，你看看陈素的这个儿子，目无长辈，竟敢当面顶撞我。操之，你何故顶撞你六伯父？侄儿并未顶撞六伯父，侄儿是佩服六伯父很有长辈的威严，吓得6岁的幼童哇哇大哭。你丑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带宗之和润儿回去。娘，孩儿今年15岁了，按禁律明年就将是成年人，家里的事孩儿可以为娘分忧了。很好，陈操之，你也知道明年你就要成人是吧？成人就要服役，你还以为能整日待在楼上背诵什么一丝干悠悠南山吗？你要明白，你不是世俗子弟。四伯父，族中有何大事？我娘为何落泪？操之，县上1年1度的减级和评定户品将于7月间开始。我现在已不是县上的主簿，儿子汝兄亲之去世后，我钱塘陈氏已经没有在任的官员。禁律规定，第9品官员可占田10顷，你父兄共留下20顷薄田。明年你满16岁就要编入里党兵籍，每年至少要为官府服役20日。你身子骨瘦弱，如何经得起那种沉重的劳役？所以我与你娘商量，以后轮到你服役，就让你六伯父去承担，而你可以继续读书。当然，服役是很辛苦的事，必有相应的回报才行。你西楼拨出10顷田给北楼，这样你与宗之衣食照样无忧，又有族兄代为执役，岂不是好？好狠！1年帮我家做20天的事，就要分我1半的家产，这明显是欺负我西楼没有成年男人嘛！用服役吓我，我穿越千年而来，难道是为了给官府服苦役的？操之体弱，若六伯父怜惜，肯让族兄带我服役，那操之感激不尽，这也是同宗共祖、相扶相帮应有之义。至于拨1半田产给北楼，这却万万不可。你说的好笑，没有好处，谁愿意带你服役？当我是呆子啊？
我不拨田产，六伯父就真不肯帮我，你做梦！四伯父也不肯帮我。操之，你既要开门立户，那总得自己承担赋税和杂役。伯父可以帮你1年、2年，不能帮你一辈子。四伯父说的对，人总要靠自己。操之还有1年半满16岁，到时西楼一应差事，自有操之承担。说的轻松，到时吃不得苦，莫要哭爹喊娘。丑儿，你自幼多病，如何能吃苦受累？就拨实请的给你六伯父，到时也有个照应。娘，父兄留下的田产如何能在我手里散去？娘不用担心，儿应承得过来，儿已经长大了。莫要嘴硬，到时求到我面前，莫怪我不理不睬。我父是8品郡丞，我兄是8品县长，我为什么不能克绍击球，做一个有免除赋役特权的品官？此子一向腼腆木讷，今日忽然言谈侃侃，如有神助，又且姿容俊雅，风度不俗，莫非苍天不弃，兴我钱塘陈氏者，其在陈操之乎？在东晋混，这家世出身很重要啊！我记得有句话叫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。我陈操之现在是出身寒门，这不是让我处处低人几等吗？我有穿越者的前瞻优势，我能写清新可喜的散文，我的绘画技法领先当代，围棋有业余强3段的实力，而且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可谓见多识广。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才15岁，我可以进行针对性的学习，玄学、儒学、书法、音乐我都可以学，不信学不精。当然我不能好手穷经，一直学习下去，时不我待，出名要趁早啊。小主公，听说北楼想占咱们西楼的田地，是不是真的？没有的是，咱们西楼的田地谁也占不去。对，谁敢来霸占，我来德就和谁拼命。来德自幼在陈家务长大，早已把西楼陈氏看作自己的家，喜怒哀乐生死与共了。对了，小主公，祖母有事找你，让我通传呢。母亲找我何事？说是要给小主公寻个良配，给你找娘子呢。陈母正在看着一幅书法出神，瞎人看去，发现书写的是汉末大儒蔡邕撰写的女训，是写给他女儿蔡文姬看的。这自然不可能是蔡邕的真迹，但帛书上的隶书与陈庆之的书法风格不同。陈庆之学的是汉隶，张谦卑，用笔方厚，雄健静媚；而这卷女训明显诗法，曹全碑，字体娟秀清丽，风致翩然。这是你嫂子的手书？哦，这是嫂子写的，嫂子书法真美。又为人称钱塘第1名媛，美丽温婉，能书善画，与你兄长伉俪甚笃。可惜庆之夭寿，也实在是苦了他。今日已是4月15，若是天气晴好，丁府的人差不多就会来接宗之和润儿去。你见到你嫂子，待为娘致以问候。娘也快3年没见到她了。家人看着这卷妩媚的汉碑体女训，使劲想回忆起嫂子丁幼薇的形象，但少年的记忆里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温婉倩影，超约而淡矣。丑儿，娘在想，应该要为你定下一门亲事了。啊，娘，儿子还未满15岁呢。也不是要你现在就成亲，可以先订婚吗？订婚？娘要孩儿和谁订婚？虾仁头大，他以孝顺出名，如果母亲认定了哪家闺女要为他行纳采，问明之礼，他真不好为你。这包办婚姻可真麻烦啊。钱塘冯梦熊是你爹爹故交，是县属的文吏，有一女，年14，据说容貌秀丽，知书达理。你如果有意，娘就托你四伯父去问问，应该是能成的。娘，这婚姻是终身大事，不能轻率。冯氏女郎咱们又不了解，万一娶过来性子不大好，那岂不是烦恼一辈子？冯氏虽不是士族，但也是诗书人家，冯氏女郎应该不会泼汉的。对了，你七姐姐上次归宁，说她的小姑子聪慧美丽，想让你娶她小姑子，如何？娘，那冯氏女郎还有七姐姐的小姑子，有没有嫂子那么好？有为啊，那可不敢指望。你嫂子可是钱塘第1名媛，人又美，性情又好。娘，儿日后就要娶嫂子那样的士族女郎，性子温柔，可以孝敬你老人家。操之真是心高气傲啊！可是庆之能与士族联姻，那是机缘巧合的事，而且丁氏随后就后悔了。幼薇不就被他们接回去了吗？有这个前车之鉴，还有哪家士族会把女儿下嫁寒门？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娘会慢慢为你寻访一位好人家的女郎，品貌不输于你嫂子的。你安心读书，习字便是。每年9月初9，钱塘县有江畔登高研制的雅集，届时郡上负责9品选拔的中正官也会到场。你要获取名声，那是最好的机会。10年前，汝兄就是在江畔雅集上妙解《论语》，从而一鸣惊人的。不过今年你尚年幼，明年再去不迟。小婵，
青枝，你们来接若儿和宗之去见夫人了吗？快先去见主母吧，都盼着你们呢。小婵、青枝便是丁幼薇的两个侍婢，以前随丁幼薇嫁到陈家务，在这里住了6年，对这里的一切都熟悉得很。陈母李氏为人又善良慈和，所以小婵、青枝对西楼陈氏很是依恋，对宗之和瑞儿更是怜惜。你是小婵姐姐，你是青枝姐姐，瑞儿没有认错吧？你们回城还有将近40里路呢，快先去用餐，然后操之带宗之和润儿去你们一道回去。操之小郎君，这样才对吗？我家娘子常念着你呢，去年你没跟去，我家娘子心里就很不好受，还掉眼泪了。小时候，嫂子丁幼薇的4个侍婢当中，小婵姐姐对我最好。不过按她前世的年龄，她是27岁、21岁的小婵只是个小妹妹啊，没想到还得被个小姑娘当成小弟弟看待。操之小郎君真的长大了好多，等我家娘子看到一定很惊奇，已经2年没见了。小婵姐姐，嫂子她还好吗？不算太好，娘子她非常思念宗之和瑞儿，清晨醒来，枕巾都是湿一大块，做梦都在流眼泪。娘亲，瑞儿别哭，娘子若是知道小婵把瑞儿惹哭了，会责罚小婵的。瑞儿不想小婵姐姐受责罚，对吧？别哭了。润儿，娘亲可不喜欢润儿哭哭啼啼啊，娘亲喜欢乖乖的润儿，会背诵《论语》的润儿，会写宣誓表的润儿。那等夏瑞儿见到娘亲背诵《论语》给娘亲听，娘亲会不会非常惊奇，非常开心？当然会。单论言表风度，当年他兄长陈庆之也似乎不如他吧。操之小郎君何时会吹竖笛了？竟还吹得这么好。陈操之只是突然想起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面有支曲子叫《紫菱洲歌》，王丽萍作曲的，富有古典韵味，没有特别的高低音，适合洞箫吹奏。他前世旅途中经常吹这支曲子，当下手指伸缩按捺，吹奏起惆怅感伤的《紫菱洲歌》。且稍待，我有一支柯廷笛相赠。曲子何名？举名忆故人。你可知这柯廷笛之来历？焦尾琴柯廷笛，蔡中郎雅士，如何不知？何人所制？足下食鸡蛋，崛其味美，难道还追问是哪只鸡所生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此子风仪谈吐，只有当年的王义少、谢安时可比。全兄有这样的同乡，可谓与有荣焉。我亦不知此子何人，钱塘士族若有这样出色的子弟，我岂会不知？难道并非士族子弟，而是庶族寒门？那就太可惜了。全兄乃散骑常侍兼司徒府访问，有访查乡旅遗才之责，若有机缘，这少年你或可讲业一二。昔日大司马陶侃也是出身寒门，全兄莫要轻视这少年。我知也王兄不拘门第，爱才如命，世间独一无二的柯廷笛就这样解赠陌路相逢的少年，此等洒脱，全某万难企及。这样吧，我不会刻意提携这少年，只看他有没有机缘撞在我手上。娘子，娘子，宗之润儿到了。娘亲，润儿，宗之，来。小郎呢？他没来吗？操之拜见嫂嫂。操之，六丑。嫂子，是我阿丑。娘子，操之小郎君长高了好多，对吧？真的是操之，竟然和嫂子一般高了。你还未满15岁，以后个子会比你兄长高。以后不叫你阿丑了，你长大了要称呼大名操之。娘亲，那润儿和阿兄怎么称呼丑叔呢？就改叫操叔吧。宗之润儿叫丑叔惯了，我听着也是丑叔顺耳。丑叔，快把柯廷笛给娘亲看，娘亲不信丑叔会吹竖笛，不信会有人送柯廷笛给丑叔。不是不信，是太惊讶了。2年不见，操之这么高超了吗？谁教你的？嫂子，我只是信口吹几声，不知为何偏就合了那江上过客的心意，谢笛相赠，说是柯廷笛。娘亲，我给娘亲临摹一遍重要的宣誓表。我帮你研墨。练习书法必须自己研墨，这也是锻炼腕力指力的好方法。兄长当年也是这么教我的。操之有心了。润儿也会写宣誓表，不过写的没有阿兄好。润儿就背诵《论语》吧。说着，从学而篇为正篇一路背诵下来，一直背到乡党篇，这才停下来，小喘着气道：“娘亲，这后面的润儿不会背诵了。”润儿，娘亲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识字呢。润儿比娘亲强多了，你2人的礼物太让娘亲欣慰了。这些都是谁教你们的？以前是祖母教，后来是丑叔教，丑叔教的更好。
阿丑，谢谢你，这也是你给嫂子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。丑叔，你可以吹洞箫呀。对了，娘亲说要看你的柯廷笛呢。操之，你何时学得这么好的竖笛？也不知怎么，就是喜欢把玩嫂子留下的那管紫竹箫，试着吹就会了。右威想到庆之，心中一痛，眼泪差点落下来，低声道：庆之幕后，我再未碰过乐器。嫂子不必太拘泥于世俗礼节，兄长在天之灵也是希望看到嫂子和宗之、润儿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。嫂子莫要自苦，若喜欢这竖笛，我就把它送给嫂子。这笛嫂子可不能要，也不知是哪个高士送给你的，以后说不定还会再遇见，你要好好珍惜，这是一支绝好的竖笛。在两人交流中，丁右威越吃惊，小狼对《论语》事宜的理解不在他之下，不仅如此，还另有新奇的妙论，而问的某些疑难，丁右威已经无法解答。操之，嫂子答不上来了，你有些问题已经想得比嫂子深，嫂子教不了你，你应该拜一位名师了。以前是庆之教你，庆之末后就全靠你自己摸索自学，却能达到如此境地，嫂子真是非常吃惊，可惜。嫂子是可惜我不是氏族子弟对吗？嫂子不用在意，我不会为这个生嫌弃，世数有别我清楚，我一个寒门子弟学玄，似乎有点不安本分。嫂子和我娘还有宗之、润儿一样，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在嫂子面前，我可以说些心里话。操之，你说。我想这九品官人法并非自古就有，孔子云有教无类，为武帝求贤令说唯才是举。若只论门第，那会枉去了天下多少英才。不过呢，发牢骚没用，九品官人法现在是门阀廉洁，根深蒂固，我没敢狂妄到无视他。我是想我颍川陈氏也是郡望大族，哪能因为战乱就把搬迁到江东的钱塘陈氏化为庶族？九品官人法是我陈氏先祖长文公陈群建议为文帝制定的，现在连长文公的子孙都不能列入氏族，这岂不是对九品官人法的极大嘲弄？我想做的是让钱塘陈氏重归氏族，我和宗之不用担心杂役的困扰。还有，我想把嫂子接回陈家务，当然这需要嫂子自己愿意。嫂子当然愿回陈家务，嫂子要照顾宗之、润儿，还要侍奉阿姑，嫂子支持你谋入氏族的想法，不过这是你一定不能急。你先要求学名师，让学业精进，还要结交氏族友人，在香驴州郡上扬名，每一步都很难，但嫂子相信小狼能做到。多谢嫂子，操之一定会努力的。小狼前程不可限量，肯定要比庆之远大。嫂子听说吴郡国学博士徐藻广涉多闻，勤行力学，虽是出自寒门，但犹如入玄。尤经《论语》和《庄子》，就连吴郡太守陆纳的子侄都入徐博士麾下读书。徐博士不会像氏族高门那样藐视人，以小狼之颖悟，定会蒙他收为弟子。小狼回去向阿姑禀明，即可复籍游学吴郡，必有所成。母亲年纪大了，身体大不如前，我怎放心得下独自游学吴郡？都是我不好，丢下2个幼儿，让阿姑受累了。我定要再向叔父请求回陈家务，若不放我回去，勿宁死。嫂子万万不可做这样玉碎之举，来时母亲就嘱咐过我，不能与丁氏起冲突，这样对我钱塘陈氏不利。嫂子你是知道的。不过嫂子不要难过，嫂子你也知道，我现在长大了，家里我会安排好的。吴郡我也一定会去，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就去，然后再过2年，我就一定把嫂子接回去，咱们一家人团聚。小娘出大事了，钱塘处事的人来提亲了。我不知道嫂子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，也许我没本事帮嫂子解决，但我可以为嫂子想些办法，出主意。叔父要逼我嫁人，是钱塘处事的人，年前丧妻，想要娶我做续弦。此人现已来到庄园，正与叔父叙话，据说还请了贵客做法。嫂子有何打算呢？操之，你不明白嫂子的心意吗？哼，我与汝兄恩爱情笃，恨不能相从于地下，又有一双可爱儿女，我如何还有再教之念？娘对我说起嫂子都是非常怜惜，说嫂子是最好的嫂子，宗之和润儿也离不开嫂子，嫂子不用急，会有办法的。我决然不嫁，叔父亦不能夺我之志，可是我担心叔父会迁怒钱塘陈氏，这才是嫂子最忧虑的。叔父，先君在世时把右威许配给庆之，是看重庆之之才，所以右威即便要再教，
门第先且不论，其人也要有不输于庆之的才情方可。庆之《论语》和毛诗是颇精通的，吴郡陆氏君都赏识他，但是庆之已然身故，你让者君如何与他比才艺？这岂不是让人笑话？钱塘陈氏也是诗礼传家，庆之虽然身故，但其弟操之是庆之一手教出来的，可待兄长与楚君教义。高门士族耻与寒门庶族为伍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叔父连这点小事都不肯成全幼薇，那么幼薇宁死不嫁？我可以答应你这个请求，只是你自己要想清楚。今日来我丁氏别墅的，除了者君外，另有一位贵人，在朝中人亲贵要职，声名显赫。你真的要让陈操之出来与者君教义？另有尊贵人物在场，那就更好。小郎教义胜了那个者文谦，者文谦碍于面子，定会羞惭而退。是。教何意？书法乃6艺之一，就以书法争胜。这不是前日船上那个老者吗？陈操之，听说你略窥书法门径。是。这位是钱塘者君，精于书道，你想向他请教，老夫就成全你这一回。取笔墨纸砚来。今日破例，辽博全城市丁舍人一笑。这文谦书写了《诗经·关雎》的前半篇，让全城市见笑了。不错，也是入品的好字。陈操之的这种清俊俏拔的形态，至少可评为第7品。陈操之才15岁，但就书法而论，今后造诣不可限量。不对，这诗我怎么从未见过？皑皑庭云，茫茫时雨，八表同昏，平路一组。静寂东轩，春劳独辅。凉棚幽渺，搔首言主。庭云霭霭，时雨蒙蒙。八表同昏，平路成江。有酒有酒，闲饮东窗。怨言怀人，舟车迷从。东园之树，枝条载荣。竟用新好，以招于情。人亦有言，日月于争。安得促席，说比平生。翩翩飞鸟，自我停柯。脸和闲止，好生相和。岂无他人？念字识多，怨言不惑。抱恨如何？比心负他，哀而不怨，成国风之流亚也。好诗，好诗！操之小友，此诗何名？何人所作？未等虾人回答，他自己就朗声大笑起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想必操之小友又要说君氏姬子绝其味美，难道还追问是哪只鸡所生的吗？权力称这厮为小友，莫非之前就认识？这不太妙呀！看起来权力很欣赏这厮，竟然不顾尊卑之分，称呼陈操之为小友。长者有问，小子敢不作答？此诗名庭云，托以怀友，实思故亲。这幅字我带走了。丁氏娘子有如此小郎，者君要取之大不易啊！哈哈，丁兄，在下告辞了。对了，操之小友，近来衰北多忘事，这是昨日江边赠敌人托老夫交给你的，上面录有如何保养柯廷迪的种种秘法。操之小友，那柯廷迪当世无二，你要好生珍惜才是。什么？柯廷迪？柯廷迪是桓一桓参军心爱之物，怎么赠给陈操之了？除了桓野王，还有哪个有如此旷达风致？不过赠敌之后，桓野王还是忽忽若有所失，亦有不舍，不能忘情啊！是以让老夫代为寻访，望小友珍惜此敌。君子不夺人所好，烦请全城市将此敌带回交与桓参军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岂有此理？若如此，桓野王岂不为人所笑，办事雅明羞矣？对了，还有一事，老夫又差点忘了，你把昨日所奏的2支曲子的曲谱录下来。桓野王深爱那2支曲子，只听一遍未记全。容我细细录谱，明日再交与全常侍如何？好，老夫明日派人到这里来取。幼薇的婚事成不了了。没听全常侍说吗？丁氏娘子有如此小郎，谁敢娶啊？幼薇早已不是钱塘陈氏的人了，若不是夫君宽容，允许他陈氏叔侄1年来探望一回，陈操之如何能上得我丁氏之门？竟还来管幼薇出嫁之事，这与他陈氏何干？还是幼薇自己不愿嫁啊，所以推出他小郎来制吾。我倒是没想到陈操之竟然小有才，就连桓参军、全常侍都看中他。如此看来，这个陈操之前程应不在其兄陈庆之之下。陈庆之就算不夭寿，以他的寒微门第，还能升到高品显职去。依切身看，这陈操之即便再有才，也只是下品着力的前程，在钱塘怎么也不能与我丁氏相提并论。罢了，幼薇硬是不肯嫁，我这个做叔父的也不好强逼的，传扬出去名声也不好听，毕竟女子守节乃是美德。罢了，就随他去。操之，累到了吧？不会，心里很轻松。
嫂子也是，感觉胸口压着的一块大石头放下了，看着楼台花束都觉得与先前来时不同。操之小郎君真是厉害，几个字一写就让那个姓者的知难而退。阿芝你没注意到吧？那姓者的告辞时心慌意乱，走出正厅时一个踉跄，差点跌一跤，哪有半点士族风仪，和咱们操之小郎君真是没法比。小婵姐姐说的好笑，难道高门士族走路都不许摔跤了？小婵、青枝，以后你俩就到陈家务帮我侍奉婆婆，照顾宗之润儿吧。啊，小娘，家主同意你回陈家务了吗？唉，叔父只是同意我安排2个贴身婢女带我尽孝，不允许我回去。娘子，既然那个全常侍赏识操之小郎君，操之小郎君何不求全常侍，让全常侍与家主说个情，娘子或许就可以回陈家务了。陈操之和丁佑威顿时沉默下来，小婵见书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心有点发慌。娘子，操之小郎君，小婢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和宗之润儿一样，都盼着嫂子跟我们回陈家务。小婵说的办法我不是没考虑过，但全常侍赏识我多半是看在桓参军的面子上。桓参军懂音乐，他欣赏我的箫声，没有高低贵贱的隔阂。可全常侍不一样，他对我亲切，不过是士族对寒门的宽宏姿态罢了。要是我真去求他帮忙，就知道士族和寒门之间的鸿沟有多深了，求他只会自取其辱。操之说得很对，让嫂子是既心酸又欣慰。小郎君是先去冯县相府上吗？先去拜谒冯叔父，顺便询问一下7月剪辑之事。来福这些日子都在为剪辑担心，害怕一家6口被遣送到乔州安置。小郎君考虑的是，冯县乡与负责剪辑的卢主簿是同僚，还可以请冯县乡帮咱们说说话。来福一家是西楼陈氏得力的帮手，主仆多年，忠心耿耿，他怎么都得想办法不让来福一家流离失所。只是钱塘陈氏现在并无入品的官吏，是没有权利占有阴户的。前2年因为县上顾及他父兄的声望，2次剪辑都没有收回陈氏的阴户，而现在新任的卢主簿据说比较严厉，今年这一关只怕很难过，再难过也要闯过去。冯梦熊快3年没见过陈操之了，那时的陈操之还是个清瘦文秀的童子，没想到今日已是翩翩美少年，而且文质彬彬，言辞清朗，不禁大为网友欣慰。因为是通家事宜，陈操之又在冯梦熊的引领下进内廷拜见冯妻孙氏，孙氏也甚是欢喜，吩咐厨娘准备午餐，要留陈操之主仆3人用饭。换凌波出来与操之相见，陈冯2家是2代的交情，操之和凌波兄妹一般的，不要生分。带我亲去唤他来。虾仁有点尴尬，因为先前母亲说过要为他向冯氏女郎求婚，所以现在看到冯妻孙氏那好似丈母看家婿的眼神就颇不自在，他不愿意被别人决定他的婚姻。贤兄，妹子万福。虾仁敛着目光还礼，却还是看到冯凌波脸颊晕红，想必其母孙氏对他说了一些什么。好在冯凌波很快就进去了。那新任的卢主簿说是要借此次剪辑为朝廷增收赋税和可供服役之民，说的冠冕堂皇，但他哪里敢动钱塘氏族的毫毛，无非是欺凌本县寒门意图索取贿赂而已。我听说卢主簿想让他的鲁氏由庶族上升为士族。可以升吗？不是明升，是暗升，就是改铸籍状，诈入士族，照样可以免除税役。冒充士族是大罪，卢主簿竟敢如此妄为。此事知者甚少，而且卢主簿与本县楚氏家族关系密切，楚氏有子弟在吴郡任要职，所以除非与卢主簿有仇，不然的话也无人去检举他。这姓鲁的主簿还与那者文谦的家族拉上关系了，只怕对我陈氏不利。此行不虚，冯叔父给我透露了这么个大秘密，这样我心里倒是有底了。至于来福印户之事，改日我遇到卢主簿就为你探个口风，看他是何意见，若实在要收回阴户，就让他收回好了。冯叔父是知道的，来福在我陈家10多年，名虽主仆，实同亲人，我怎忍他一家流落到乔州去受人欺负？操之，你切莫年少气盛，想与卢主簿斗，在钱塘陈氏斗不过鲁氏的，你不要以为有了鲁氏冒充士族的把柄就可吓倒他，他可以立即改回庶籍，到时陈氏反而在钱塘无法立足了。叔父提醒的是，操之不会这么莽撞的，只是真的就没有办法帮助来福一家了吗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来福改成有本县户籍的佃户，就是以后要付杂役和交纳田租户调，他一家照样可以在陈家务耕种，这事不用你操心，叔父会替你办妥。你在陈家务等着，每隔半月让来福来我这里一趟。谢过冯叔父。因为还要去西极雇佣佃户，回陈家务又有那么远的路，不能多耽搁。操之，以后要多来走动，
两家示意莫要疏远才好。来得，咱们今日去宝石山访那吃仙丹的老神仙，好不好？好，小郎君，我听说老神仙并不在宝石山上，是在宝石山西面那座山里。吾师不在，俗客请回。敢问尊师道号？吾师道号鲍朴子。鲍朴子，鲍朴子就是葛洪啊，东晋著名的道士，精于医药和丹术。我慕尊师之名，从陈家坞来访，请代我通告一声，好吗？不骗你，吾师真的不在，他去那边山上采药了。那我就在这里等尊师回来。你们先回吧，吾师也许今日不回来了，他会顺便到山那边访友。虾仁怕母亲担心，只好起身向山下走了几步，又回头。在下有几句话，麻烦先生告诉仙师。好的，我会禀明吾师的。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小郎君，有个造袍道人来到陈家坞，求见族长陈贤，自称宝石山出阳台葛洪的使者，请陈家坞前日去访他不遇的那位少年，有暇再去出阳台道院一晤。葛氏乃江南士族，祖父做过东吴的吏部尚书，其父官至少陵太守。葛洪自己也爵封关内侯，但葛洪一心向道，无一人敬。王导曾邀他出任资议参军、散骑常侍，葛洪皆推辞不就。复岭南罗浮山结庐炼丹，是道教金丹派的祖师。也听说过葛洪近来隐居在明胜湖附近，但从未见过面，也没敢去拜访，怕吃闭门羹。传闻葛洪倨傲无比，吴郡陆使专程来拜访，他都不理睬。可现在却专门派使者来请陈家坞的人去道院晤谈。这2天上山之人只有操之了，此子果然不凡。原来还真的只是个少年人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此子不俗，钱塘陈氏虽非士族，但诗书传家，比那些敷粉熏香、夸夸其谈的士族子弟强上100倍。小子陈操之有扰仙翁清修，小年纪来访老道作甚？也想求长生吗？闻道有先后，岂在年长年少？即以义道论，垂髫童子，可迎白发老翁，何也？少年人口气不小，你要与老道谈玄论道。正想向仙翁请教。老道问你一难，如能答上，即请入道院坐，不然哪里来回哪里去。敢请仙翁问难。我命在我不在天，还丹成金亿万年，此言何解？儒家以为命运天注定，而道家则认为可以通过炼气服丹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乃至掌握自己的命运，长寿长生亦非虚无缥缈，不可追求。葛洪的这2句话不算深奥，以陈操之2世的见识，自然应答如流。但在葛洪看来，这少年的回答已经足以让他惊异了。那依你之见，儒道2家论命，孰优孰劣？仙翁，这是第2难了，似乎应该进道院坐定再谈。葛洪携着陈操之到书房坐定，陈操之见四壁书架卷轴落落大满，不禁喜上眉梢，便求葛洪允许他借书回去抄录，5日之内必还。葛洪幼时家贫，也是四处求书手抄，今见少年好学，甚是欢喜，道：好，每次只借1卷，归还另借。然后这一老一少一谈便是1天，谈得忘乎所以。闻仙翁高论，小子受益时多，只是天色已晚，小子要赶回去了。让你那贱仆回去报信，你就在道院歇下，明日再回，免得昏黑赶路。家子会以驴判归的，小子这就告辞，过2日再来看望您。来府是我娘让你来接的吧？我在葛仙翁那里待得太晚，让娘挂心了。这是我市场上找的佃户，独臂老者姓名说是叫金奴，那少年才12岁，名叫冉胜。哦，金奴冉胜很好，你2人以后就在陈家坞住下，日后要走，说一声便是，我备盘缠相送。你，小郎君如何说我2人要走？既如此，为何收留我2人？2位也是北地来的无籍流民吧？我陈氏并非士族，难以庇护你2人，一旦官府检级，就要抓你们去，只有事先一走了之。冯叔父不能帮你办户籍吗？是，冯县相很气愤，说原本办户籍不是难事，是卢主簿故意刁难，说什么要按律办理，不该占有的阴户必须清理出来，移送乔州安置。办个户籍不算什么违律，按理说卢主簿不会这么驳冯县相面子的。那是为何？来福，你不要着急，会有办法的。来福叔莫急，真要是不行，到时你一家与我和金叔一起逃跑便是。等7月检级结束后再回陈家坞。县上的什么卢主簿，难道还能整天候在这里？只怕县署的官差会为难操之小郎君，我一家可是住了陈氏家级的阴户。现在距7月检级还有2个月，咱们还有时间准备应对之策。既然卢主簿假公济私，要为难我钱塘陈氏，那我就让他钱塘鲁氏沉沦到底。
先不说这些，来福你放宽心，西楼陈氏与你来福一家绝不会分离的，陈家务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娘，孩儿让娘担心了，孩儿以后再不会晚归了。回来就好，去宝石山一来一回40里路呢，腿都走痛了吧？还好，孩儿体格比以前强多了。七叔母把16弟找回来了，16弟即将成丁，还这么让七叔母操心，真是不省心。这是唐伯陈满的次子陈留，在县属做不入品的小吏，蝇营狗苟，名声颇恶。是老父命我儿去宝石山访道，晚归片刻有何妨？过几日县上便要差人来给陈氏田产重新评定品级，七叔母和16弟不着急吗？这次品评田产，不知有哪位县吏主持，七兄想必知道。我自然知道，便是县上卢主簿。卢主簿前日亲口对我说的。哦，卢主簿亲口对你说的。若我请七兄代为官说，需要备多少钱帛？你求我？算是吧。石景帝立字画押到我名下，我自会代你官说，日后杂役也给你免了。明白了。官说要趁早，莫要迟疑，不然的话，事到临头悔之晚矣。七兄等着，过一会请你到祖堂说话。娘，我们走，不要理睬他，这是要挟。请四伯父召集族中长辈和陈氏成年男丁到祖堂议事，说是关乎前唐陈氏兴衰的大事，他要当面向族中长辈以及陈氏子弟陈说。陈贤知道这个侄子的心中所想。操之，你都想好了吗？唯愿四伯父为全族着想，主持公道。好，我自会为你说话。陈操之此次去丁氏别墅，书法扬名，将小禅青之二婢带回，为我前唐陈氏增添了脸面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诸位唐伯、唐伯母在上，操之有一言要告知诸位长辈和族中兄弟。方才七兄陈留说县上要重新品评田产，让我分一半田产给他，好行贿卢主簿。他可以保我西楼剩下的田产不生品。诸位长辈明鉴，七兄此言此行，莫非就是要胳膊肘朝外拐，毁我陈氏脸面？胡说，我怎会自毁名声？七兄既不是讲学须武自毁名声，难道是实心要与外族勾结，吞我西楼田产？是卢主不要盘剥你，与我何干？那你为何要我实请弟？爹，我的确是想帮助16弟。操之，都是族中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你既不肯西产，让我北楼带你服役，谁又会想逼你？自上次之事后，六伯父什么话也没说吧？六伯父，你是长辈，操之问你一句，勾结外人，图谋同族的田产，以家族宗法，该如何处置？你这烈货，还不向西楼赔罪，向四伯认错？四伯、六伯、三伯母想我先祖长文公制定了9品官人法，现在却连长文公的子孙都不能列入氏族，实在可叹。但事在人为，咎由自取。我前唐陈氏未尝没有再兴的机会，也极有可能继续沦落。传言七兄在县上风评颇恶，我父、我兄还有四伯为品官时的家声已被败坏殆尽。胡说，我风评甚佳，卢主簿即是赏识我。你把族中兄弟的田产拱手献上，卢主簿自然要赏识你。陈留、肃静，祖堂容得你喧哗吗？勾结外人谋夺族中兄弟的田产，按宗法是要逐出宗族的。姑念陈留是被外人蒙蔽，一时糊涂，则以掌嘴20，罚钱帛若干。责我掌嘴，罚我钱帛，休想！陈操之，你走着瞧，你的田产我不取，也早晚被别人取。要夺操之的田产，就是与我前唐陈氏为敌。我前唐陈氏誓死与其周旋到底。从今日起，陈留，你不再是前唐陈氏子弟，族中分配给你的田产即日收回。再敢以前唐陈氏自居，我亲到县上长你的嘴。不是就不是，又不是什么高门士族，好稀罕吗？